今天与各位分享的这篇报道是关于2025上海国际汽车展的。如果没有来过欧洲，没有来过德国，你是无法想象新能源汽车领域，他们欧洲人已经被中国甩了多少条街了。我说的毫不夸张啊，每次从中国回来，也就是从中国返回德国，我就有时光倒流的感觉。在电动化出行方面，德国还停留在过去。现在咱们来看看德国《世界报》的报道。新技术，中国将如何甩开我们？配图说明，开启新时代，广汽集团的一款飞行汽车。从上海车展上就能看到未来，中国的技术正在飞速发展，在许多领域，民主制度被证明过于繁琐。未来汽车会说话，能自动驾驶，甚至能飞行。在中国，这样的车辆已经上路行驶。不仅出现在本周开幕的全球最大车展上海车展上，更已实际驶入城市街道。城市核心区的自动驾驶汽车正逐步成为标配。通过深度求索人工智能应答的语音指令早已融入日常生活。下一步将是实现5分钟极速充电，达到与传统燃油车加油相当的补能速度。漫步上海车展的观众会不自觉地产生一种错觉：中国已生活在未来，而德国却错失了时代列车。事实上，这里的技术革新正以惊人速度推进，众多新兴汽车品牌不断推出新功能，尽管有些纯属噱头。他们既要在尖端技术上争锋，又要在价格上血拼。数百万消费者正以空前热情在日常生活中体验这些创新。面对中国，德国政界显得束手无策。联盟党与社民党在联合执政协议中承诺，将基于去风险原则修订上届政府的对华战略，但具体如何实施呢？连交通灯3党联合政府都深陷对华政策密局，这对德国工业界构成严峻挑战。企业夹击在中国强势而精准的计划经济与德国漫无章法的政策之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市场仍贡献着许多德企1/3的营收。德国和欧洲显得僵化停滞。在这里，不仅是汽车，任何新产品都需要经历长达数年的研发和审批流程。消费者更倾向于购买成熟技术而非新系统，而政府则通过越来越多的法规、税费和复杂的行政程序处处设限。这种现状并非偶然，国家的决策取决于议会多数席位，而非某个政党领袖。这虽然导致效率低下，却真实反映了社会现状。对大多数德国人而言，休闲比工作更重要。这种对新技术的不信任不仅体现在电动汽车领域，想要在市场竞争中胜出的创新企业需要一个渴望进步的环境，更需要一个能为此创造条件的政府。在中国，政府通过大规模补贴汽车和科技产业来实现技术自主，目前这仍是亏本生意。全国100多家电动汽车品牌几乎无一盈利，许多企业将破产倒闭，工厂关停和大规模裁员在所难免。而中国政权会毫不犹豫地用武力镇压工人的抗议。民主国家当然不能效仿这种做法，但也绝不能继续放慢脚步，否则就会应验斯特兰蒂斯集团 CEO 唐维什的预言：如果工业消亡，欧洲人将来只能给游客端咖啡。绝不能走到那一步。德国车企正在全面重组中国业务，他们完全有机会重新跟上节奏。在欧洲本土，他们同样需要这样的机会，这需要更明智的决策和更有进取心的民众。欧洲经济区具备这样的基础条件，特别是依托与美国的紧密合作，关键在于我们是否真正愿意改变。好，各位朋友，报道就那么多，这类报道风格很德国，琢磨上海车展较少，大部分篇幅用一种高高在上的充满意识形态的民主视角来对中国指手画脚。最后还说，欧洲具备跟上中国节奏的基础条件，因为可以依托与美国的紧密合作。这不是很讽刺吗？看看特朗普怎么对待德国的，怎么对待欧洲的，还紧密合作，这记者是不是脑门被夹了？
有这样的德国媒体，有这样的德国人，难怪德国汽车一败涂地。好，接着我们看看网友们的评论。第一条评论：读完这篇文章，让人不得不直面一个荒谬的现实，我们每年仍向中国支付数亿欧元的发展援助金，这简直是颓废晚期的荒诞写照。我们看跟帖，即使这是真的，其他国家也从德国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援助，却没有利用这些援助做任何有用的事情。比如即将与邻国开战的印度，顺便说一句，你忘了说，反正呀，中国人窃取了我们的所有想法和创新。继续往下，中国每年有多少工程师？每年工程专业毕业生人数，过去10年，中国每年培养约140万至150万工程专业毕业生，这相当于全球工程专业毕业生的近1/3。这与德国搞性别细分有天壤之别。再往下，20年后，德国汽车将不复存在，而这其中的原因有95%都是德国咎由自取的。下一则，经常拆卸机器人的都知道，我们早已被甩在后面，不仅被中国超越，还被众多其他国家超越。德国这个拖拉机共和国本该在20年前就采取行动，却只满足于输出道德说教。不过，这就是求人得人的结果。既然3次选出一位东德政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女性总理，事后也就没有资格抱怨了。继续往下，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优先事项，德国被红绿联盟搞垮了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中国的技术垃圾呢？不，谢谢。我们看跟帖，技术垃圾，您是不是也停留在20年前？过不了多久，您就会擦亮眼睛，看清谁才是技术进步的主宰者。顺便说一句，您的评论已经精彩地证明了德国在技术和创新领域停滞不前的原因。再往下，中国不是将要领先，而是已经领先。中欧之间的差距正在持续扩大，我们的体制急需彻底改革。但我有种不祥的预感。下一则，谁不把钱用于投资，而是用来支持全世界的懒人，就会在技术上落后。继续往下，中国没有绿党，所以才超过了我们。再往下，我们的政府唯一擅长的事情就是打击仍在工作的那部分民众的积极性。继续往下，当年我们手把手教会了中国人如何造车，如今他们正用电动机颠覆整个底盘技术。随着2035年燃油车禁令生效，比亚迪可以提前开香槟庆祝了。德国人的特质就是把每条路都走到黑，哪怕是死胡同也不例外。再往下，中国技术发展速度惊人，事实证明，民主制度在许多领域过于繁琐。这与民主政体有什么关系？我们有市场经济，如果市场经济完好无损，我们就能跟上。但国家干预我们，这才是问题所在，而不是民主。下一则，文章中提到，在很多领域，民主制度被证明过于繁琐。于是这位网友说，这与民主无关。如果我们允许企业创造必要的自由，那么竞争力也会发挥作用。这更多的与我们的无限的天真有关。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所有国际展会上，大批中国人从一个展位跑到另一个展位，拍摄新产品的介绍和工艺，而没有人采取任何行动。这一切都是可以预见的。我宁愿要我们的民主，而不是中国的社会信用监控体系。自由万岁！下一则，那又怎样？我们可是道德和官僚主义的世界冠军。技术进步和经济活动对我们德国人来说算得了什么？觉醒主义、性别语言、养活全世界、废除自己的民族认同，还有成百上千个服务于一切非德意志利益的非政府组织和游说团体，这些中国倒是可以学学看，他们永远也做不到。
继续往下，德国人总是能制造出最好的汽车，从中期来看，电动汽车也是如此，尤其是大众汽车，其点火方式就像涡轮增压一样。欧洲人希望开好车，不需要解放双手，也不需要开车时看小说。再往下，这不是民主的问题，而是福利和行政国家的问题。即使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德国也曾经更加雄心勃勃，富有创新精神。下一则，德国只发展社会制度、官僚主义和非法移民，我们将会被取代，变得贫穷或被吞噬。继续往下，德国一个没有思想、极端税收、左翼幻想，又有大量文盲移民的国家，与中国相比，就像一座介于民主德国和上世纪90年代之间的博物馆。再往下，欧洲进行监管，中国进行复制，美国进行投资和创新。聪明的头脑，他们不会留在欧洲。我们看跟贴，中国现在也在研发很多东西，复制阶段曾经存在，而且至今仍然部分存在复制别人的现象。但中国在教育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许多中国人渴望接受教育，最重要的是渴望获得成功，这就是他们的发展动力。下一则，德国负责气候和难民问题，而经济命脉却掌握在别处。欧洲至今仍沉迷于德国那些自以为是的道德说教者、气候狂热分子和伪善人士所鼓吹的自我安慰与日常幻象，以为中国只会生产像推木之流的廉价劣质塑料垃圾，这是一种危险的误判。嘲笑他人太久，终将无效可言。我们看跟贴，我们依然表现得像昔日的殖民者，投以轻蔑的目光，施舍些许钱财以示仁慈。然而，中国早已将我们远远甩在身后，我们必须警惕，以免自己沦为无足轻重的殖民地。下一则，我们正在拯救造船厂、钢铁厂等上上个世纪的技术遗产，却对新兴技术发展处处设限，只因我们自诩比任何人都更懂得风险评估。德国政府在1980年前或许还曾推行过技术扶持政策，如今却只会狭隘地对技术发展指手画脚。中国必将以压倒性优势将我们淘汰出局。如此看来，如今能维持0%的经济增长率都堪称奇迹了。继续往下，我们正在亲手将自己淘汰出局，这根本无需中国或其他国家出手。德国政府正以未雨绸缪的姿态，有条不紊地完成这项壮举。下一则，不仅上海车展，2025广交会也刚刚落幕，机器人技术、尖端科技随处可见。曾几何时，德国在诸多领域都拥有全球顶尖的展会，如今却只剩平庸乏味的二流水准。这个昔日的开拓者、技术专家与工程师之国，如今已沦为一个老态龙钟的社会福利机构。继续往下，这是什么样的挑衅行为？你认为您在中国可以像在德国一样自由发表言论吗？他们的青年失业率高达18%，每年只有5天假期。中国人正在用自由换取技术，我们用自由换取道德。继续往下，这与民主制度毫无关联。但凡对中国稍有了解，或曾在那里经商过的人都清楚，中国人展现出惊人的进取心和成就渴望，无论是职业发展、个人生活还是财务状况，人人都力求向上攀升。他们甘愿付出在我们看来近乎荒谬的努力，只为超越他人。这种竞争从学前教育阶段就已开始，延续至大学期间几乎疯狂的角逐。由于当前欧洲和部分美国地区的状况，答案不言自明。再往下，中国毫不留情地利用了西方的贪婪与天真，多年来不断汲取知识，将核心生产技术引入国内，
如今攻守之势已然逆转，当特朗普试图用关税强取豪夺之时，中国早已通过这种方式悄然实现了目标。但凡有心者，早该看清这一点。但说到底，这又回到了贪婪的原罪。下一则，中国人更为勤奋务实，中国人追求繁荣而非意识形态，中国人不会浪费资源去改变他国信仰，中国在所有未来科技领域占据领先地位，中国能够以低成本生产高质量的批量产品。而德国的情况恰恰相反，这里唯一不变的是总妄想用德意志特质拯救世界。眼下具体表现为性别议题、跨性别运动、二氧化碳、气候问题、去工业化以及对繁荣的悲观态度，而且必将坚持到完全自我毁灭的那一刻。继续往下，但凡曾在广阔的海外世界生活和工作过的人都清楚，欧洲，尤其是德国，如今仅仅在勉强依赖父辈积累的荣光坐吃山空。德国经济正在沉沦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真正优质的商业合作早已将欧洲人排除在外。美国人在资金方面仍是重要伙伴，但真正的商业机遇却集中在亚洲，中国、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到印度再次觉醒，欧洲将彻底失去竞争资格。20年前，全球几乎没有一个重大项目不采用德国技术和工程方案，而今天呢，德国工程师在重大工程中的出现频率低到离谱。再往下，过去20年间，我们竭尽全力地推动中国崛起，同时却使德国自身日渐衰落。德国企业出于贪婪，为进入中国市场，甘愿吞下一切苦果，甚至接受必须与中方合资的硬性规定。我们就这样将核心技术拱手相让，更以贱价抛售。机器人公司库卡案便是明证。我们如此天真，堪称登峰造极。下一则，随着技术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我们或许需要重新审视制度优劣问题。以中国为例，人工智能赋能下的计划经济已展现出显著成效。下面是跟帖，也是最后一条评论。在我看来，中国实行的计划经济与我们类似，国有经济占50%，但区别在于中国没有绿党意识形态的束缚，拥有数百万高素质且极具进取心的人才。更重要的是，中国领导人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智慧。最后这点尤其能说明很多问题。从以上网友评论可以看出，已经有人开始动摇立场了呼吁要审视制度优劣问题。大多数评论相当悲观，认为德国已经被中国甩在后面。当然，仍旧有小部分人认为中国只会抄袭。还有就是德国援助金这个梗一直很有市场，好像那区区几个德国欧元的援助金就会让中国再次伟大一样。